乌克兰首款国产滑翔炸弹亮相，加上乌军的中程打击无人机，乌俄战场将迎来巨变。2026年5月中旬，乌克兰国防部与那个搞武器创新的 Brave 1平台做出了一款具备实战部署能力的精确制导滑翔炸弹，代号均衡器。这款滑翔炸弹不是乌版 GDM 或者乌版 ASM 铁锤，而是乌克兰纯血。另一边，乌军的中程打击无人机也火爆出圈。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下，马里乌波尔附近已经没有安全道路供俄罗斯运输物资。那么乌军的滑翔炸弹性能到底怎么样？中程打击无人机又是如何改变乌俄战况的？均衡器属于乌克兰首款完全自主研发，并且已经具备实战能力的滑翔炸弹。搞定这个大项目的核心大佬，则是乌克兰本土新晋防务企业，名叫 DJ Industry。在技术源流上，乌克兰官方明确表态，这款均衡器滑翔炸弹不是美欧现役那些精确制导弹药的直接翻版，更没有照搬俄罗斯那种在苏联老铁疙瘩上绑个翅膀的简单粗暴技术。这玩意儿是乌克兰本土的工程大佬们在过去几年被俄罗斯高强度防空火力袭击后，痛定思痛，完全从零开始，自主设计的气动弹体与制导武器。虽然说在炸弹扔出去之后的飞行姿态上，均衡器借鉴了国际上主流滑翔炸弹通用的力学原理，毕竟物理定律这东西谁也绕不开。但它的核心控制算法、内部结构工艺以及那套硬核的抗干扰硬件方案，全都是乌克兰原创。根据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与Brave 1平台透出的消息，均衡器滑翔炸弹从拍板立项到最终通过军方验收，并且顺利拿下首批实验性采购订单，满打满算一共只花了17个月。在和平时期，这点时间连个军工项目的 PPT 都讲不完。但在战时的高压下，乌克兰的工程技术人员制造了一款可以实战的武器，这是如何做到的？滑翔炸弹这东西不是什么电磁炮、激光武器这种高科技产品，但也是有难度的。比如极端电磁环境，关注乌俄战场的都知道，俄军在基础线和后方纵深部署了 GPS 和 GNSS 主动干扰与欺骗系统，加上战场的电磁环境本身就很强，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常规那些依靠卫星定位来找目标的滑翔炸弹，一旦飞进这个区域，瞬间就会变成瞎子，在半空中丢失目标，然后不知道飞到哪个村庄的农田里去啃泥巴。俄罗斯的滑翔炸弹就经常炸空。面对这个大坑， DJ Industry 的航电工程师为均衡器量身定制了一套双模复合制导系统，把惯性导航系统塞进弹体内部。这东西不靠外界信号，全凭自己内部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来算位置。同时，他们还为均衡器配备了一套具有极强抗干扰能力的自适应卫星接收算法。实战中，一旦遇到俄军强电磁干扰，导致卫星信号彻底被掐断的极端环境，炸弹内部的计算机就会切换到纯关导模式，依靠先进的路径预测和漂移修正算法，滑向预设坐标，主打一个信号可以没，目标必须炸。除了这一点，还有超音速释放下的空中托马斯全旋。滑翔炸弹这东西可不是站在楼顶往下扔砖头，它是要由战机在高空高速状态下释放的。当炸弹脱离战机挂架的那一瞬间，迎面而来的气流湍流很容易造成炸弹在空中剧烈翻滚或者上下乱窜。这个时候，如果滑翔翼展开的时机不对，哪怕只差0点几秒，巨大的空气阻力就会把炸弹的翅膀直接扯断，或者让炸弹彻底失去升力，变成一个自由落体的铁秤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研发团队的脑洞大开，设计了一套独特的翻转展开控制机制。他们在炸弹的底部搞了2个特殊的双悬挂吊耳，当战机按下释放按钮后，炸弹先是依靠自身重力和气流的作用，在空中自动旋转180度，相当于在半空中做了一个翻身动作，直接把姿态调整到最佳。就在翻转到位的一瞬间，藏在肚子里的大窄纤笔折叠滑翔翼瞬间弹出并死死锁定。与此同时，尾部那个尺寸明显比别的炸弹要大上一圈的十字控制舵面也开始工作，确保炸弹在复杂的初始释放环境里能够稳稳地进入滑翔过渡阶段。聊完炸弹，还有载体的问题。乌克兰空军现在手里用来干仗的主力依然是爷辈的苏系战机，比如苏 23M、苏27、米格29和苏25。但这几年，他们也在换装美欧援助的 F-16和幻象2000。这2类战机凑在一起，不管是在武器接口、物理外挂架，还是在深层的火控总线协议上，都存在障碍。总不能每次挂炸弹都找个电焊工现场改装。于是，研发团队在接口设计上拿出了双重兼容的方案。在物理层面上，炸弹的挂架适配器能直接卡在苏系战机的标准外挂点上，完美适配苏 23M 和苏27。到了航电软件层面，它的任务规划系统采用了极其模块化数字架构，能够直接对接 F-16和幻象2000的联合战术信息分发系统。
飞行员坐在座舱里，连个多余的按钮都不用按，只需要在软件界面上进行一次简单的2次安全认证，就能把打击坐标、飞行参数全部灌进炸弹的大脑里，然后一键脱离。有了这套系统，现在乌克兰地勤把这枚炸弹挂到飞机上，外加做完所有的飞行前任务规划准备，整个过程可以控制在30分钟以内。至于均衡器滑翔炸弹的性能，单说参数那就没意思了，我们就拿它跟美欧的炸弹来一场真男人的较量。跟美俄的滑翔炸弹对比，均衡器滑翔炸弹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打仗打到最后打的就是钱。美军的 GDAM 光是那一套带翅膀的导航和尾巴，不包括炸药钢壳本身，在国际军售市场上的价格就要卖到2万到3万美元之间，如果是全套下来，那更是天价。而乌克兰这枚国产均衡器把单枚出厂成本压缩到了1万美元以下，这就意味着乌克兰空军可以拿这种白菜价的炸弹去消耗俄罗斯那些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美元的野战防空系统。不过比起便宜，火力军还是觉得自由更香。乌克兰以前用美欧援助的精确炸弹，不管是 GDAM 还是 GBU-39，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有红线，比如不能打俄罗斯本土领空，不能炸边境集结地等等。看着对面的俄军在边境线那边吃着火锅唱着歌，乌克兰飞行员就是不能开火，这谁受得了？但均衡器不一样，这是纯正的乌克兰主权武器，摆脱了捐赠国的政治掣肘。管你什么红线绿线，乌军现在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心情，随时随地的对俄罗斯境内的兵力集结点、弹药库和物流枢纽实施打击。我的地盘我做主。在机动结构上则是吊打俄罗斯。俄军现在用那个 UMPK 系统，说白了就是在 FAB 系列铁炸弹上带几根金属带子，把一套滑翔翼给硬生生捆绑上去。这种东西能飞就不错了，整体气动阻力大得离谱，而且动不动就发生折叠翅膀弹不出来，直接掉在自己人阵地上的故障。乌克兰均衡器用的是一体化的钢铝混合以及复合材料弹体，外表看起来光滑细腻，整体气动构型平整，这就带来2个好处：阻力极小，飞得更远，雷达散射截面也非常低。只是夸完了，我们也得借均衡器的短，比如体格单薄，干不了重活。目前均衡器这东西只搞出了250公斤这一种规格，对于一般的野战阵地来说确实够用了，但一旦碰到硬骨头，那就很尴尬了。比如地下几十米的深度指挥部，或者炸掉一座有着厚重钢筋混凝土桥墩的战略大桥，250公斤的装药量就有点不够用了。相比之下，俄罗斯那边的 UMPK 系列早就覆盖了500公斤、1.5吨甚至3吨级的 FAB 3000炸弹，那种拔除坚固工事的硬实力，确实是目前均衡器望尘莫及的。还有就是精度，虽然惯性导航很有用，但在实战的极端环境下，原概率偏差，也就是炸弹的精准度波动，依然是个大问题。美国的 GDAM 和 GBU-39，那可是美军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无数次局部战争、实战迭代出来的怪物。而乌克兰的国产弹药虽然算法写得漂亮，但如果 GPS 信号真的被一些大功率雷达电子战车彻底切断，在完全瞎掉的情况下，仅依靠国产那些成本并不算高昂的惯性导航来滑行，到了飞行末端，它到底会偏出几米，谁也不确定。这需要大规模的实战数据来检验。除了性能，产量也是一个小问题。俄罗斯的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每天就像不用钱一样往乌克兰头上砸，只要你敢建一个像样的大型军工厂，第二天晚上几枚伊斯坎德尔就会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均衡器的产能组织形式不可能走传统的集中式大工厂路线，于是 DJ Industry 和 Brave 1平台依旧拿出了分布式非对称生产架构，说白了就是军工版的游击战，把这枚炸弹肢解、折叠翼、气动尾翼、战斗部的钢壳、最核心的制导主板等分摊给了乌克兰境内数十个甚至完全互相不认识的小型私营车间，有些甚至就藏在地下的防空掩体里进行加工。最后的总装与弹载测试则安排在那些和普通民用物流仓库、修车铺毫无区别的隐蔽建筑里。这种几乎隐形的军工制造生存率高，但也有一个问题，品控跟不上。分散在几十个小作坊里干活，张三加焊的翅膀弹性极佳，李四加拧的螺丝可能飞到一半就松了。这种加工工艺标准化水平的极度低下，直接导致不同批次出厂的炸弹在机翼展开顺滑度、金属焊接强度以及航电排线品质上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如果在战场上扔10枚有3枚不炮或者飞偏了，那这武器的威慑力也就大打折扣了。此外，产量也不太够。乌克兰国防部仅完成第一批实验性采购，飞行员们还在拿着这几十枚炸弹在天上飞战术包线，摸索怎么扔最顺手。基于这种分散式的游击队组装工艺，这炸弹的月产量可以说低得可怜。火力军觉得，如果乌克兰能在2026年下半年把均衡器的供应链给彻底打通，并且固化下来，同时派督工把小作坊的生产工艺强行标准化，那这款炸弹的产量还真有可能迎来一波大爆发。
否则的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可能也就是个打辅助的角色，想要在数量上跟俄罗斯的 UMPK 正面对抗还有点难。说了这么多，这枚小小的炸弹到底能给乌俄战争带来什么变化？火力军的结论是，虽然短期内它无法终结战争，但它的批量服役绝对会从根本上掀翻现有的空中博弈。过去这几年，俄军仗着自己的 UMPK 滑翔炸弹，天天在前线搞消耗战，乌克兰防空部队不得不咬着牙发射单发成本较高的防空导弹，拦截几万美元的铁疙瘩。虽然后来乌军采用了电子战的模式，但损失也不小。现在风水轮流转，有了均衡器，乌军也可以用几万美元的成本把成吨的炸药甩在俄军的头顶上。俄罗斯如果不想被炸成渣，就必须启动他们那些昂贵且生产极其缓慢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这些雷达反射面积极小，连发动机热信号都没有的炸弹。用这种滑翔炸弹，乌军还更安全。乌克兰空军现在的家底有多薄，大家都清楚。飞机掉一架少一架，有经验的飞行员更是比大熊猫还稀缺。均衡器在战机高空高压因素释放的时候，滑翔距离可以达到60到100公里。这意味着乌克兰的苏24和苏27完全可以在俄罗斯前那些铠甲和道尔的防空火力网射程之外按下发射按钮。用了均衡器，乌军就可以把那些美国 GDM、英国的风暴阴影，还有法国的斯卡普导弹攒起来，专门去招呼俄罗斯那些高价值战略资产，比如大型指挥所、黑海舰队参与的高价值目标等等。把目光放长远点看，均衡器的出世代表着乌克兰正在从一个被动接受国向拥有局部高科技弹药自主量产能力的军工自主国转型。这场仗还不知道要打多久，手里有自己的武器，心里才不慌。除了均衡器滑翔炸弹，乌军的无人机也在暴打俄罗斯。中程打击无人机其实就是乌克兰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家族，他们的作战半径卡在一个极其微妙的区间，大概在50到200公里之间。这玩意儿比前线那些带着 RPG 弹头只能飞几公里的 FPV 穿越机飞得远得多，但要比那些能直接飞到莫斯科红场、造价昂贵的远程战略无人机要便宜。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具性价比的火力覆盖网。这种能飞出200公里的自杀式小飞机正在烧烤俄本土炼油厂，暴揍莫斯科防空网。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放出了一份战报，在5月份，俄罗斯境内有10座大型炼油厂遭到了无人机的饱和式打击，其中有6家直接被炸得停产或者部分停工。甚至莫斯科的炼油厂都在遭受了一波袭击后被迫拉闸关门。炸炼油厂就算了，乌军无人机连防空系统都不放过，猎人反而变成了猎物。在4月份，乌克兰无人机硬生生在战场上干掉了俄罗斯250多个防空单位，你没听错，是250多个。3月和2月份的数字也相似，每月摧毁300辆俄军防空车辆。俄军防空系统被报销的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兵工厂加班加点造新车的速度。现在的俄罗斯别说在乌克兰前线撑起保护伞了，连保护自己重要基础设施的防空火力都不够用。5月20号，乌克兰军队发了个视频，他们用无人机在距离前线整整130公里的克里米亚地下，把俄罗斯一支重装甲车队烧成了铁王八。这是130公里以外，对于俄军来说，以前这里是可以安稳睡觉的安全区，现在躲到哪儿都要被炸。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问题，后勤越打越拉胯。这些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可以轻松飞到马里乌波尔上空，这导致乌克兰南部整个被临时占领的区域完全失去安全纵深。俄军的指挥官害怕北移过端，不得不把部队昂贵的装备、重型武器以及堆积如山的弹药往更远的地方撤离，离接触线越远越好。但这样一来，补给线就被无限拉长，前线的小兵在挨打的时候，炮弹和粮食根本运不上来，这直接导致俄军在前线的攻击强度断崖式下跌，有些地方连进攻的人头都凑不够了。目前看来，从乌克兰的视角出发，这种中程打击无人机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能在整个几千公里战线上执行放血任务。乌克兰第一国民警卫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亚速营，就高调放话，宣称他们的远程无人机操作手已经彻底控制了乌克兰南部那些对俄军至关重要的补给线，连接马里乌波尔与塔甘罗格以及沃尔诺瓦哈的俄军核心后勤走廊已经没有安全区了。乌军的最终目的就是彻底掐断俄军在亚速海地区那条输血大动脉，并且要把乌克兰定义的补给线硬生生推向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深处。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中程攻击无人机，一步步逼迫俄罗斯后勤线。总的来说，无论是天上的均衡器、滑翔炸弹，还是自杀式打击无人机，这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操作，标志着乌克兰正在开启一种全新的高科技游击战模式，用手做出来的国产远程武器，不断地向远离前线的俄罗斯大后方施加压力。火力军觉得，俄罗斯要是再不拿出点像样的反制手段，恐怕光靠人命去填是真的填不动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军的国产滑翔炸弹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